罗汉松不是松，但它具有很多像松树一样的秉性，生命力强，长茎挺拔，而且种养的过程也比较粗放。培养罗汉松不能娇生惯养，爱不释手，也必须给它更多的自由生长空间，掌握它的习性，它才会驯从你。像这盆罗汉松，对它进行定植定缸后进行放养，很少对它修剪。与其他装材培育一样，在蓄养过程中不剪或者是少剪，才不会抑制它的生长，枝干的增粗才会快。这个主干的双端是从一颗芽开始培育的，5年左右，初枝及侧枝基本形成，到这个阶段再进行修剪，才会有更多的选择。修剪要把干尽量的裸露出来，盆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身材。剪短这些侧枝，留2到3个月对它进行闭芽。罗汉松闭芽的时间在每年的3到6月份，立秋后也可以进行，但出芽不会很旺，尤其是无叶的枝干出芽有点难。像这种情况最好是在春季进行。罗汉松相对于一些其他树种，对造型加工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。除了续剪，适合枝干的巨口拉弯。罗汉松在生长过程中，枝条完全木质化的时间比较长，适合对它进行攀杂。像这个植盘的成型过程，先把组织扎好，调整组织时要尽量的使这些侧枝在一个平面上，再将这些侧枝按主干成型的方向及角度定位好，最后整体进行调整，这样植盘就可以基本成型。所有出枝的分布是依据造型的设定，对一些初望盆景的朋友，这一点有点难度，主要是缺少对造型的认知，这是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。对装材不至于何下手，更要动手，把它玩成什么样没有对错之分。在玩盆景的过程中，对审美是很难趋同的。动手制作按照盆景的基本规则进行，自己对所造的型感到满意就是盆景，这一点要自信。吊拿在盆景的造型中应用是最广泛的，但吊拿不是简单的把它拿到位，把枝条固定好后，像这样对枝条局部弯曲点再进行一次弯曲，受力点就会移到这个弯曲点上，这样就可以防止枝节开裂，也能起到比较好的成型效果。像这些还需要闭芽增粗的枝条，不要进行盘杂，拿到位，等发出新的侧枝再做加工选择。对枝干驯养的同时，不能忽略根的过渡。像罗汉松这种愈合能力强的树种，将粗根中间剪掉，两边留根，愈合后就会形成8字根。对于树桩的培育，不要急于求成，种养不到1年就急于上盆修剪，根需要重新恢复，枝条也容易过早木质化，这些都会抑制盆景的生长，往后枝干增粗就会变得更加漫长。像这样多好，枝干生长到位，随心所欲的去剪，哪怕是别人说一剪没，骨架也基本形成，这才是盆景成型的关键。图一时痛快动手剪，要浪费多少时间？还是那句话，欲速则不达。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长，编到了这个份上不好做删减，能坚持看到最后应该有所收获。确定这个枝的取舍有的时候是很难下决心的。这2个枝丝呢，在一个节点上，剪掉了上部空间会有点虚，做一个重复出枝，空间又会显得拥堵。先把枝叶剪掉，来一个折中，先做成舍利。朋友们说它有点多余，再把它剪掉。下手会有点狠，不适应这种操作的可以跳过去。扫一下定位，用湿布捂住，让它凉快下。
这个树桩是捡了一个小便宜，当年花40块钱买了一颗枝干。从正面看，枝干的部分有点长，当初应该稍微把它拿弯一下，干有点变化，就没有那么僵硬。把这个干从这里去掉一层，做成舍利干，看看是否能改变一下视觉效果。这个点是当初拿弯的地方，找准水线，画出一条参考线。按照这个线条操作可以减少失误。刀刻下去，深度要达到木质部分，像这样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把皮层撕下来。对皮层进行剥离，要确定根部的供氧连接。每一个出枝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皮层到根部，剥离面从上往下逐渐缩小。重点是根基部分不能形成翻剥。这条水线是从下往上提供上端的供氧，这一条是下端枝的供氧水线。对水线进行分离，就可以对舍利部分进行雕琢。除掉之后，用石刀把水线的纹路勾勒出来。最后用砂纸把舍利部分打磨一遍。把它雕成舍利干，枝干稍微有点变化，主要是这些弯曲变化的线条产生的效果。皮层的截面要抹上愈合剂。对这种舍利制作后，要等皮层愈合再刷上石榴合剂，用塑料膜把它包好。保湿是形成愈合的关键。玩盆景真的很累。漫长的成型过程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，而且必须亲力亲为。选择了它是要做出很多牺牲的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